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面具人。今天是2021年的3月16号，星期二。哎呀，出大事了，出大事了，不得了呀！今天咱们来说2个重要的事儿3个重要的事儿。国内的朋友们要小心了。我长期以来一直警告你们，共产党要入主租房市场了，你们还不信。结果呢，共产党的脚步加快了，目前呢正在快速的搞租房市场呢。今天呢，咱们就说3件事儿啊。第一个事儿呢，就是这个房子的事儿，还有一个事儿呢，就是面具人想要问一下在座的各位啊，你们应该有很多人都是买过商业保险的吧？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关注啊？网上忽然传出了很多攻击商业保险，所谓的检举揭发保险内幕的视频。你们知道这是为什么不？节目中间我会告诉你们的。然后呢，今天节目呢还要说一个事儿啊，就是缅甸也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排华事件了。缅甸又排华了，而且呢闹出来的事情比较严重啊，又是砸工厂了，而且呢还出人命了。好了，咱们一件事儿一件事儿的来说啊，先来说说租房中介暴雷的事儿，即贝壳租房平台在去年轰轰烈烈的被挤爆了以后，这315刚开始，共产党又拿一个租房平台开刀了。那这是怎么回事呢？大陆315期间啊，出来了这样一篇新闻，说自如租房有霸王条款，不给客户退押金，巴拉巴拉巴拉了一大堆。这看起来是中央要惩戒自如租房了，替老百姓伸张正义了，对吧？其实呀，租房中介或者是房东，他一般在租房的时候都会收取租客的押金的。然后呢，双方会约定一个租赁期限，比如3个月、半年、1年。在这个期限内呢，你要是提前退房了，那押金就不退了，押金就相当于违约金了嘛，对吧？那这是很正常的事儿，因为你不到期提前走了，房东会有真空期损失，所以呢，一般都是没有到期了以后，你提前给房东说，或者是把你的房子转租掉，才能退押金。面具人，我觉得这种协议模式很正常，只不过呢，现在民间的这种民粹思想非常的疯狂，大家都不愿意吃亏嘛。确实，现在中国的社会压力非常的大，老百姓的经济状况也都非常的紧张，所以呢，人穷了以后就会穷凶极恶，遇到钱的问题时，大家都寸步不让，就会很容易产生底层互斗的情况。毕竟政府官老爷占据着道德顶点和法律制高点，再加上中国人的愚昧，就像前天的那么多的公安局长睡了一个底层的许美女，结果呢被睡的给判了13年的刑。可是呢，那些贪污腐败、以权谋私、权色交易的官员一个事儿都没有，还都成了受害者。那这种事儿呢，中国百姓看了以后，居然还给拍手叫好，觉得共产党彰显了法律的公正。从这点就能看出来，中国人已经降智到了什么程度了。这些底层的屁民啊，他们自己没有逻辑能力，没有权利意识，总想找别人给自己撑腰，殊不知别人为啥要给你撑腰呢？对不对？没好处的事儿谁干呢？打土豪分田地，别人帮你把土豪打了，然后你来分田地，你觉得可能不？还有一个逻辑问题就是，这个土豪你都打不过，你需要别人帮你来打，那么能打掉这个土豪的人肯定比这个土豪更强。那既然这个弱点的土豪都不屌你，那更强的土豪就更不屌你了呀，对不对？打土豪、文革、反右、大饥荒，几千万人的鲜血和人头都不能让中国人长记性的话，其实中国人和那种屠宰场的猪就没啥区别了。屠宰场每天都要宰杀几百头猪，杀猪叫从不停歇。可是这些猪呢，屠刀不砍到自己头上时，这些猪都能心安理得的吃猪粮。你们用逻辑想一下嘛，这个许美女她就是一个底层的屁民辅警，她何德何能能威胁这些公安局长、校长、派出所所长呢？对不对？而且就算威胁了、勾兑了敲诈了，可是呢，这些官员的巨额财产是怎么来的？这些官员搞巨额腐败，搞这个奸淫掳掠，那这些官员反而成了受害者，你们不觉得奇怪吗？
这几天习近平不是还修改了这个判刑的门槛吗？12岁的小孩就可以判刑了。现在这些警察呢，就直接都开始没收放学的初中生的自行车了。敢反抗的通通判刑。有个视频显示了一个放学的小孩被强行收自行车，结果呢，这个小孩不愿意，小孩反抗了以后呢，当然了，这个小孩也反抗的过度激烈了，据说呢是用他的手工剪刀把警察捅了一下。网民看到这个视频以后，都在网上呼吁要把这个小孩判刑了，判得越重越好啊！面具人，我觉得吧，你警察收人家小屁孩的自行车有没有理由？搞清楚了没有？二一个呢，这个小孩他也是受到攻击和威胁才进行了一定的反击，可能算是这个反击过烈反应过度，对吧？仅仅就是因为这种程度的冲突的话，按照我们正常人的逻辑来理解，那这种事儿应该把这个小孩好好教育一下啊，让他有一些安全意识，对吧？可是呢，现在的中国网上的网民，他们怎么看待这种事儿呢？大家都在呼吁把这个小孩判重刑，大家都在呼吁要把这个小孩送进监狱，甚至有些人还呼吁把这个小孩也给捅2下，还有些键盘侠恨不得把这个小孩凌迟处死。所以呀，现在的中国天天都在疯狂宇宙，老百姓已经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了。充斥在中国人的大脑里面，仅仅就剩下了生存、痛苦、仇恨。现在的中国可不是在文革吗？以前文革还要把人从大老远的监狱里面拉出来，公告一个时间，把老百姓约出来，然后呢游街。可是现在的文革游街都不用预约了，直接就在网上游街，老百姓都是在评论区里面见真章呀。什么劲爆的、激情的留言、荒唐的留言都有啊！而且呢，文革的时候，老人、小孩、妇女都批斗。你看现在的中国不也一样吗？老人、小孩、妇女恨不得把人家全家给杀干净，对不对？杀亲妈的仇恨。所有的中国人，他们生活压力大，然后呢，他们就在网上霸凌更弱的人。10几岁的小孩就这样辱骂，咒人家全家死，对吧？这就养成了中国人更加欺软怕硬的这个劣根性。中国人每次看到别人发生悲剧以后，总是不能从悲剧中吸取教训，而是幸灾乐祸，或者是希望别人更惨一些。所以呢，这个民族他每次遇到问题的时候，他没有办法进步，往往呢还会酿成更大的灾难。因为中国人不会从错误中吸取教训，他们总是从错误中再犯另外一个错误。好，继续说咱们的主题啊。其实呢，这个租房平台啊，不仅什么自如租房呀、贝壳租房呀，这些新生的租房中介平台被整，那些老牌的大家都耳熟能详的，比如58同城、赶集，也都被整了，也都被收拾了。你看有一个这个新闻，他说的是虚假信息的泛滥已经成为了租房市场的顽疾。3月5日至11日的7天里，第一财经记者在58同城、赶集网、房天下等资讯平台查询租房信息，并实地走访，发现网站的房源信息与实际状况往往天差地别。尽管发布房源的都为各家的房产中介平台以及手中握有多处房源的房东，但是58同城、赶集网以及房天下等租房信息平台显然在信息核实的方面有所缺失。一位要求匿名的业内人士认为，在租房的这一交易链条中，发布假的房源的经纪人从中获得了信息与用户，而平台呢则获得了点击流量。各方面就这样形成了一个利益的合谋，而大量的消费者则在虚实难辨的信息中浪费了时间，为中介和平台贡献了流量。记者在一家租房平台的个人房源中搜索朝阳公园不限价格，搜索结果有多个附近的小区是精装修，可是呢，租价却仅为1000元至2000元的房源。于是呢，记者选择了一个公园大道3居室精装修主卧为2200元房租的房源，打电话过去询问。对方先是表示图片与价格都是准确的，
在追问下，又称2200元的房子是次卧，精装修的图片不准确，让记者添加对方的微信，再发新的图片过来。不过呢，在记者添加了对方的微信为好友以后，该房东发来的房源图片从精装修20平米配有家具的大主卧，变成了仅有一张铁架床、一张小桌子，不足10平方米的小卧室。记者看到，在另一个相邻的小区，一间主卧甚至直接标价为1001元，但是呢，接听电话的房东表示，该房源已经不存在了，可以添加微信再发些其他的房源让记者挑选。那讲到这里啊，其实面具人我觉得吧，我原来呢也经常在58同城上还有赶集网上帮我的朋友租房子。那这些房子呢，租掉没租掉，照片与实物是否有差距，房东是否有夸大宣传，这些都是属于市场的因素，这些都是在商业往来中难以避免的。这中间有可能是个人商家在出租房子的时候有夸大的成分，也有可能是平台监管的问题，但是这些都不至于上升到政治层面。中国人有个奴性的逻辑问题，就是总觉得私人老板、私人企业不如国企好，不如党企好。那面具人我就不知道这种逻辑是哪里来的啊。首先，私人企业很容易存在竞争，如果这家私企不尊重市场，那它就很容易被竞争企业给替代掉。如果说私人企业都被干掉了，那全部只剩下国企、党企，那么问题就来了，有谁敢和国家竞争呢？有谁敢批评共产党呢？共产党说卖多少钱，你敢有意见吗？共产党的权力是没有上限的，法律、警察、军队、媒体都是党管的。租房租贵了，要么你别租，对不对？你敢闹事儿就抓你进监狱。现在说这些民间企业租房存在那么多的问题，可是呢，这些都是基本的市场逻辑问题，有市场就会出现这种问题。谁租房子的时候不会夸大美化自己的房子呢？对不对？就像油管视频一样，你能保证每个做视频的博主都是美女吗？那么丑女是不是就不能做视频了呢？这种现象啊，夸大宣传的成分，咱们只能说尽量的避免，但是呢，咱们是不可能做到完全杜绝的，因为这中间牵扯到了人与人沟通的成分，只要存在沟通，就会存在信息上的误差。那既然这些问题无法完全避免，那么我们再来思考一个问题啊，就是上述的这些问题出现在民间企业，你还可以和这些老板闹一闹。那么上述的这些问题如果出现在了房管局、建设局、房地局，你敢闹吗？同样的问题，你敢不敢找房地局闹？就算你敢，你认为闹了有用吗？就像那个许美女一样，被局长睡了，她闹了要钱了，结果呢还被判刑了。可是这些官员也犯法了呀，官员的那些资金怎么来的？官员的那些几十万几百万的，可不仅仅是靠工资能赚来的呀，对不对？官员搞婚外情、以权谋私，怎么都没事呢，还成受害者了呢？所以说，绝对的权力就带来绝对的腐败，有权力就能带来不公平，这个是毫无疑问的。就像强拆一样，共产党要强拆你，你能反抗吗？那么多的小粉红，他们只能跪舔，他们敢不跪舔吗？他们敢提意见吗？他们敢骂吗？对不对？既然这些市场属性的问题无法完全解决，那为何党要在这个时候把这种事儿大炒特炒呢？你们来看这些图片啊，几乎清一色的在攻击租房市场的多种多样的问题。那面具人，我告诉你们，首先啊，党这样开动宣传机器，放大租房市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就是为了打击老百姓对传统的租房中介平台的信任度。老百姓会觉得，哎呀，这些民间的租房平台都不可信，都是坑。那么民间的租房平台都不可信了，这可怎么办呀？老百姓都不用民间的租房平台了，那他们该怎么租房子呀？又到了见证奇迹的时刻了。成都租房市场有大动作，
住房建设局成立租房平台，提供租房找房服务。由成都市住建局、成都城投、天府市民云三方共同打造的住房服务平台正式上线，市民可通过天府市民云 APP 搜索“城投住房”进入服务平台。首期开通的租房频道将推出甄选的租赁房源，为成都市民提供真实可信、方便快捷的租房找房服务。不仅如此，余杭警方也率先开通微信租房管理平台。贵阳市住建局大力整治公租房转租乱象，西安市住房建设局发布住房租赁资金监管流程，未进入租赁平台的中介不得在西安展开租赁业务。老观众朋友们可以给面具人我作证啊！面具人早在2月12号以及之前的多期节目中都讲到了，国家现在不仅要垄断卖房市场，它还要入场租房市场了。国家现在看到了房地产市场的资金现象，私人二手房想要卖房套现，那肯定是不行的。党他自己还有一大堆的新楼房没有卖呢，所以呢，他还是会继续抬高卖房买房的门槛。穷人们想买房洗洗睡吧，党他会继续提高借贷门槛的，党不可能承担这个借款风险的。有热钱你就全款买，买不起啊，你也别想贷款。反正租房市场也是党的，你买不起房了，你就租房嘛，对不对？慢刀子割肉也是可以的，长期的收入也是可以的，对不对？租房对党来说比卖房这个利益更大。卖房是一次性的，租房呢可是长长久久的呀。当然了，租房的这么一个大蛋糕，怎么可能落入到私人手里呢？当然是要归党管了，对不对？房租收入、房租税收入是党未来的重要财政收入，肯定是要大面积的铺开，由党来收房租。你想当房东收租金，那你就要给党交房租税，或者是和党合营。你想当房东，你想在未来房租的压力少一点 ，OK 呀？现在全款买房，拿热钱买房，对不对？跟党一块搞这个租房市场，以后呢，党直营的租房平台还有公租房，很快会以绝对的优势占领市场，而且呢，还要让屁民们歌颂一番。可是呢，你们的房子想卖想套现，嘿嘿，你走着瞧。很多中国人还做不到当断即断，断尾求生，对吧？还在等什么利好消息，妄图贪点小便宜。那面具人，我告诉你们啊，共产党套的就是贪小便宜的人，而且我再告诉你们，不要抱侥幸心理，以后只会越来越坏。具体会有多坏呢？坏到了以后的中国就只会有好消息了，不会有坏消息了。而且呢，你们天天抱着打土豪分田地的思想，看着别人都被共产党干了，你很开心。那你们来看看习近平反腐，对吧？还有很多的企业家也都被干了，结果呢，反腐反的钱，贪官贪的钱有没有分给你老百姓？不但没有给你们分，习近平还越来越过分，他现在还立法说什么非法集资呀，被诈骗的金额呀，都是非法所得，就算查封了也不能退给老百姓。所以你们想靠维权呀，想靠这些大企业家就能分到他们的钱，你洗洗睡吧啊！共产党还要分钱呢，凭什么把钱分给你呢？对不对？你们天天盼着党来打土豪分田地，结果呢，打来打去，你自己的生活现在是变好了还是变差了呢？你自己应该有感觉吧，对不对？啊，你还觉得你的房子能值几个钱？当然能值钱了，对吧？只是不能变现啊，要跟党一块收租金。很多人觉得，哎呀，收租金也不错。可是呢，你收的租金是数字人民币，你所有的消费，整体的宏观经济调控，全部都是大数据控制的啊。你觉得你能玩得过党吗？那你也太狂了吧！而且呢，你看现在的中国，以后出门还要到处扫码。现在呢，网上还在带节奏，说这个扫码的硬钱包卡片不方便啊，这个不方便是吧？好，那以后不用这个卡片了，你敢提建议，那党就给你来更狠的，搞什么项链、手环啊、脚环，方便不方便？这样你没啥问题抱怨了吧？包括大
大数据监控，以后全部都给你们整上。而且呢，你看现在的中国，孩子连英语都不让学了啊！你觉得这个社会正常吗？而且呢，你说这个租房以后都归国家管了，你认为房租市场这个房地产市场的乱象就能解决吗？这个房东夸大宣传能解决吗？那要是论夸大宣传的话，共产党才是最擅长夸大宣传的组织呀，对不对？共产党他都宣布14亿人脱贫了，14亿人都奔小康了。哎，观众朋友们，来，你们告诉我，留言说说，你们现在小康了吗？你们现在脱贫了吗？啊，共产党他说他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来，你们的生活问题解决了吗？这个私人租房市场的夸大的问题啊，在私人平台上面解决不了，归为党有了就能解决了吗？哎，当然能解决呀，对不对？共产党他直接解决提出问题的人，等于他也就解决问题了，对不对？好了，来讲今天的第二件事啊，国家目前在带这个节奏，说商业保险这不好那不好，不过呢，也确实是商业保险的黑幕太多了。有保险员工举报自己的公司，我们先来看这个视频是怎么说的。我叫张乃丹，在中国人寿工作了16年，非常感恩公司给我这份工作。但是在这个公司，我没看到一个有良知的领导，他们欺骗客户，坑害百姓，掏空公司，逼迫员工。而为了揭露这些不公与黑幕，为了维护国家和百姓的利益，我实名举报，要一个公平公正的处理结果。现在无论是嫩江还是黑河，都承认造假是上级公司下的命令。所以今天我发视频，我所提出的问题，大家看看对不对？而黑龙江省公司对于我举报的问题是什么处理结果？请给我个答复。首先，嫩江公司说造假是黑河的方案，而黑河又说是省里同意的。但是无论是黑河还是省公司同意，公司每年通过造假获得的几百万、几千万，这些钱哪儿去了？分给谁了？而基层公司造假后，省公司获得的奖励又给谁了？又哪儿去了呢？其次，公司的课养费、宣传费、产收会费以及各渠道的各类手续费、招待费和走访费都是虚假报销，而报出来的钱没给客户，没给公司，那这些钱又给谁了呢？其三，公司每年的营业额究竟有多少是真实的？领导清楚，我也知道。因为领导给员工下任务，所以无论是我自己家还是亲属家都没少保。而这种违法经营的现象，公司领导根本不制止，反而通过这些虚假保费获得各项大额的奖励，使领导们个个富得流油。而这些原本属于国家和百姓的钱，却被领导私自揣进了自己的腰包，是属于你们贪污，还是非法占有呢？是不是应该给百姓一个解释呢？其次，我工作的16年来，嫩江公司的个人领导都是怎么做的？他们长闲短做，骗保客户，窃取客户的证件，办理假增援、假举记，同时伪造客户的签名，开展说参加课养、旅游、吃饭、冒领礼品等等。那公司呢，这么多年也是用假人、假发票、假收据以及假的执照和假的账户来报假账，除了以各种的理由私自收取营销员的钱，还编造各种借口从公司掏钱。嫩江公司的这些领导左倒右倒，怎么套出来的钱我知道，也有他们贪污的证据。今天我们只说他们这些造假的行为是不是违法，而通过造假获得的各项的奖金和绩效应不应该给他们个人？嫩江公司的这些领导身价都上千万，而是不是应该好好查查他们的家产都是哪儿来的，合不合法呢？这个叫做张乃丹的眼睛还是看着提词器呢，那个镜片的反光都出现了。不过这都不重要啊！你们看面具人，我也能看提词器吗？啊，来看我这个眼镜再加上我这个面具，你觉得我还能看见提词器吗？哈哈，哎，这些都不重要，看不看提词器，哎，这是做节目的需要，对吧？如果有提词器，能让你的节目做得更好，让观众获得更好的收听体验，那也是很好的事儿呀，对不对？关键是什么？这个张乃丹他发的这个视频为何能获得这么大的流量，爆红于网络而不被封杀呢？对不对？那证明有人给他流量，而且呢，张乃丹带的这个节奏是党允许的
如果说保险公司呀，保险这个玩意儿，共产党不想让他们被污名化，那共产党肯定会在第一时间把张乃丹的视频全部封杀掉，对不对啊？这些都不重要啊，我们继续听秘密，接下来给你揭晓。大家好，我是张乃丹，各位网友朋友的关心和支持已经全部收到，感谢大家对我的厚爱。我既然选择站出来揭露真相，就不会惧怕那些魑魅魍魉。我虽生而渺小，但如果需要，可以为国家、为百姓豁出身家性命。我相信不止我一个人可以这样做。但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被全网限制，得不到他们的支持。不过无论怎样，我都要继续感谢抖音等平台能够给老百姓一个伸张正义的机会。前几天大家都非常关注的监管部门对于黑龙江省公司的处罚，也足以证明我所说的公司存在的问题是属实的。他们连最底层老百姓的钱都敢动，究竟还有什么是他们不敢动的呢？难道继续让他们永远坑害老百姓吗？现在我所举报的问题，无论是人寿内部自查还是怎样，已经过去20天了，却还是没有处理结果。为什么迟迟没有处理结果？你们是想保护谁呢？难道是想保护孙小刚吗？他为什么敢明目张胆的造假掏钱，又敢理直气壮的说造假是上面领导让的呢？又或者是想保护黄亚辉吗？他为什么会说孙小刚不能出事儿，否则会牵连更多的人？他为什么能够拼命的保护孙小刚而打压我，就在临退休之前还要委派白洁来开除我呢？又或者是想保护白洁吗？他刚来嫩江上任就目标明确的来开除我，他究竟凭什么这样做？所以到底是什么原因、什么理由要保护他们呢？公司造假套出来的钱没给国家，没给老百姓，更没给员工，去向不明也不追究。而这些领导家都那么有钱，为什么你们不提不查，没有任何结果？他们到底够不够入罪？至今没有任何结论。你们到底是在怕什么？是怕把你们都牵扯出来吗？所以今天我只问你们的处理结果是什么？我要一个公平公正的说法，同时你们也必须给老百姓一个解释和交代。听完了吧？这第二个视频呢，把提词器上面的反光去除了。那这个张乃丹呢，现在变成了民族英雄了，要在保险行业掀起一阵反腐风暴了。估计你们听完了这2个视频，可能有些观众还无法猜出来端倪，摸不着头脑。这共产党究竟想要干啥，对吧？好，来听这2个视频。这2个视频当中有关键点哦，你们一定要听清楚，听听里面的关键点在哪儿哦。不知道有没有观众能找到这2个视频要表达的关键点？聪明人可能会找到。咱们先听吧。每天绞尽脑汁都在琢磨怎么设计一款全新的套路，让实际上很坑的保险看起来很划算。国内保险行业每年总共要花出去几百亿的广告费，全国保险行业的从业者多达1000万人，高管的收入极高，每年发出去的总薪酬至少5000亿。但是保险公司在发完几千亿工资之后还是很赚钱，你自己想想他们收进去的钱到底会有多少钱赔出来。保险的坑实在太多了，随便给大家举几个例子。比如说忽悠你爱老婆爱孩子就要给他们买保险，忽悠你给孩子买人寿保险。问题是给孩子买人寿保险跟爱孩子之间有什么关系呢？如果孩子意外死亡，他赔你10万块钱，这就是爱孩子吗？孩子活着的时候用买保险的钱带孩子去游乐场买玩具，不香吗？如果真的不幸发生意外，孩子都没了，你要那封顶10万块钱的赔偿有何用？普通老百姓的家庭都不富裕，这个保险买一点，那个保险买一点，大大影响了你的生活品质，得不偿失。再比如买保险的时候有一个健康告知，如果你没有如实申报自己的健康状况，出事的时候保险公司可以拒绝理赔。但是买保险的时候，业务员经常忽悠你填写自己没有任何的疾病，你以为自己可以占到便宜，但是真的出事了1毛不赔，你躺在病床上找谁说理去？再比如看似保你健康的保单，其实里面处处是陷阱。比如说你得了某种疾病，明明做个支架或者小手术就可以治好，但是他只赔开胸手术。问题是做个小手术就能治好，我为什么要冒着生命危险去做大手术呢？最后只能自认倒霉，自己掏腰包做个小手术。这些事情老百姓根本不懂，要赔钱的时候这也不赔那也不赔，几乎所有人买的大多数保险都是被坑的。商业保险并不是不能买，但是如果你想要买保险不被坑，牢牢记住以下7点：1.
保险业务员推销的保险坚决不买。2、保险公司打广告主推的保险坚决不买。3、已经缴纳社保的人可以不买任何的商业保险。4、我还是建议大家最好人手可以买一份200-300的医疗险。保险业务员可能会告诉你不推荐买医疗险，你不推荐是吧？我就要买这个。5、坚决不买任何带收益的保险。6、如果非得买人寿保险的话，只给家里赚钱的顶梁柱一个人买就够了。7、网上买保险比找业务员买更便宜。我说完了，想骂我的人赶紧骂，大家记得下载。就像这位中国人寿的员工张乃丹举报的那样，第一，长险短做骗取保单，明明它就是一款长期保险合同，却被保险代理人包装成一份短期储蓄型产品卖给消费者。哪有那么多专业的消费者？你说这一份合同都快赶上一部这个中篇小说了，关键吧，它还都是专业术语，你说咱普通老百姓有几个能看明白的呢？相信代理人吧，你给我讲，你说啥是啥，我都信你。可是某些黑心代理人就能成功给你洗脑，把你拐跑。今天看着一句话说的挺对啊，他说这个保险本身是保人命的，可是在中国却是保你不识字儿了。那为什么中国的保险代理人就这么缺德呢？其实也不能都怪代理人，只能怪保险公司的制度有问题。就说这张乃丹举报中国人寿这第2点虚假增援。这增援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发展你这条线下面的员工，你的下线，他挣钱呢，你也能拿到他的分成，懂吧？传销式展业嘛，对吧？但是现在保险公司那招人太难了，怎么办呢？整点大学生来给我填个表，参加个培训。其实并没有真的在保险公司入职，但是上级却增援成功了。如果你们家有过卖保险的亲戚注意听了，那么拿你的身份证去网上查一下，很有可能你的身份信息已经落在了某某保险公司的名下。不信你就去试试也许你早就已经被虚假增援过了。其实中国的保险没有问题，买保险也没有问题，保险产品本身也不会欺骗你，欺骗你的是某些无良的保险代理人。真心希望通过这次事件，银保监会能对中国保险的行业乱象进行整治。毕竟保险它是个好东西，不要让中国人提到保险就望而却步。明天我给你们讲讲同样的保险产品，不同的保险公司有着怎样的天壤之别，让你们买对保险不吃亏。我是电视台的主持人，不是卖保险的。保险公司员工实名制举报自家公司这个事儿，大家都刷到这个视频了吧？事情的真相呢有待调查。但其实保险行业呢一直以来都存在信息不透明，水呢也很深，被大家吐槽。今天我想呢就此深入聊聊保险里一些常见的骗人套路给大家总结5点，能够避免你踩坑。我这个视频呢不知道能够存在多久，可能你看到后不久呢就会被处理掉。如果你刷到这个视频呢，记得保存下来，关键时刻呢可以避免你买错保险，避免你的钱打水漂。不管将来呢你是去卖保险还是去买保险，都要看清这5点。先说第一个呢，就是为什么保险公司一直在招人。招聘的时候呢写的天花乱坠上班不打卡，高底薪高提成，月入过万不是梦。其实呢根本不是在招员工，而是在招客户。保险公司的外勤招聘呢，也就是保险业务员几乎没有门槛，不管你是小学毕业还是退休大妈都可以入职。一旦入职呢，才会发现底薪呢少得可怜，如果自己不去卖保险呢，根本养活不了自己。你会经历这3个阶段，第一阶段呢是自己买。你为了完成这个销售任务呢，只能拿自己去下手，先给自己和自己家人去买保险。本来呢你是去赚钱的，结果呢买了一堆又贵又没有什么用的保险，不但没有赚到钱呢，反而还搭进去好几万的保费。第2阶段呢就是杀手，也就是向身边的亲戚朋友去推销保险。本质呢就是透支自己的人际关系给保险公司呢去增加业绩，结果呢很多客人的人情保单就是这么来的。第3个阶段呢就是离职，等你把亲戚朋友都榨干了，没有单子了，完不成业绩，只能被迫辞职。更惨的是呢，很多人离职之后才发现自己不仅买贵了，还买错了。比如说呢一些终身寿险分红险、万能险，将来万一出了事儿呢，保险公司根本不能理赔，根本不能够给你去赔付医药费，这保费呢就打水漂了。但是后悔呢已经来不及了。第2呢是你去咨询保险的业务员最喜欢给你推荐一些保费贵的返还险，号称有病治病，没病返钱，看起来占个大便宜但如果你真买了呢，那你就要踩坑了。如果你买的是理财险保险公司第1年呢就要扣除高额的管理费，你交6000呢就得扣掉3000块钱。比如说交10年保费呢，10年之后想要拿回本金都很困难。
如果你买的是保终身的重疾险，业务员呢不会告诉你，如果中间生了病，保险理赔了，就不会给你返钱了。而且返还险呢，保费高，保额低，比起同样保障责任的不返还的重疾险，保费呢至少要贵出1倍，几十年交下来呢，你至少要多交10几万，你说冤不冤？业务员呢之所以给你推销这种保险呢，就是因为保费高，佣金高，等你发现了也就晚了。第三呢是保险公司有一些真正的好产品保费低，保额高，但就是因为没有利润，赚不到钱，所以说业务员呢从来不会主动推荐。比如说100万医疗险，但其实呢这种恰恰是我们真正需要的保险，一年几百块呢就能有400万以上的保额。只要医药费超过免赔额呢，社保报销之后，剩余的合理花费呢，它就可以100%比例报销，全年最高可以报销高达几百万的花费这样呢就不用担心因病犯贫。如果你身体健康呢，我建议人手要有一份。第四呢是很多人居然不知道100万医疗险呢可以单独买，因为他们去咨询的时候呢，总有一些业务员说呢不能单独买，必须要买个主险才可以。这种呢就是典型的套路其实大部分的100万医疗险呢，不仅线上还是线下都是可以单独买的，只是因为信息不对称，很多人并不知道。如果你不知道怎么选的话呢，可以单独来问我。第五呢是相比线下呢，线上保险更透明，套路呢也会更少。保险公司呢在网上卖的保险叫做互联网保险，你可以在买之前呢就直接看到合同条款，保费呢相比线下也更便宜，是我们能够接触到的比较划算的保险，但是知道的人比较少，实在是太可惜了。其实揭秘了这么多的保险乱象呢，我想告诉大家，不是保险在骗人，而是保险的销售环节套路有很多。但是作为普通人呢，我们还是需要有保险的，前提呢是选对。比如说大人孩子呢，我建议至少要有这3种保险也就是纯保障类的重疾险、100万医疗险和意外险。比如说重疾险呢，符合理赔情况，保险公司可以提前赔付保额，关键是选择纯保障类的，保额呢建议是50万起步。100万医疗险呢是要选择保障责任较全的，社保外的特需项目也可以报销的，选对了这些呢，就可以避免家庭因病犯贫。比如说我自己呢也是重疾险、100万医疗险、综合意外险和定期寿险都配置齐全，生活里呢也就更淡定了。总之呢，保险科普任重道远以后呢我会多出视频科普，也会多多测评筛选出不错的纯保障类的产品。大家呢先关注我，有保险问题呢点击头像给我发消息教你选对保险，避开坑。听完了吧？不知道你们抓到这些人讲话中的一些关键词了没有？那就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些对话听出来，党没有否定保险这个行业，它是否定了保险从业人员。总体来说呢，就是保险它是好东西，只是保险行业中的上到领导下到基层员工都不干净，危害了底层的老百姓消费者。所以呢，大家以后买保险就要到网站上买，到网上买保险，网上买保险还能更便宜一些，还能不被坑。不要通过这些从业人员买保险了，听懂了没？面具人，我想说，其实不被坑那是不可能的坑与不被坑并不是保险从业人员能100%决定的。难道说不找从业人员买保险了，找党买保险了就能不被坑吗？对不对？坑与不被坑，它的最终决定点在于监管机制和司法的公平，懂了没？其实党它也没有给你解决保险条款的问题，懂了没？保险从业人员有夸大的现象，但是呢，如果你有一套完善的监管和投诉，还有公平的法律机制，从业人员他也不敢乱夸大，对不对？党他现在只是简单粗暴的把所有的责任推给了底层的保险从业人员其实你说这种夸大宣传呀，或者是刷单的这种事儿，在保险行业任何行业它都一直存在。夸大宣传这种事儿没办法，只能通过提高从业人员的素质来降低夸大宣传的可能性。但是呢，你也做不到100%的杜绝，因为营销它就是牵扯到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人在沟通中就会产生出误差，对不对？而且呢，这种刷单呢，它也是可以最大程度的避免的。但是无论如何，这些事情也不至于要把保险从业人员全部一刀切的地步，对不对？其实刚才视频里面的那个兄弟也说到了，中国的保险员工从业的人员是非常多的，消耗的工资也是非常大的，这是其一。
那面具人，我来说说我自己的经历吧。这个报道中光说了保险公司的从业人员这不好那不好，可是他并没有说过从业人员其实也是非常没有保障的。很多保险公司是没有底薪的，并且呢也没有上班的福利的。保险公司的招聘广告也都是前期鼓吹的特别好，这个工资那个五险那个一金的，然后呢把人骗到保险公司上班了以后就培训洗脑展业，让他们做免费劳动力。你想嘛，在没有工资的保障下，纯靠提成来生存的保险从业人员也就会被逼的为了赚钱，就会想尽一切办法的鼓吹和美化自己的业务，那么就有可能造成误导消费者。可是即便如此，保险公司有着招聘门槛低，不属于体力劳动的范围，那这种优势就可以吸引大量的学历不是很高，或者是女性人群，又或者是年纪大的人去从业。很多人呢，还有很多家庭都是靠着卖保险生存的，他们也都是有孩子要养的。说实话，这些靠卖保险生存的人也都挺可怜的，他们也是受害者，他们也是被剥削的一个环节。但是没有办法呀，共产党它就是这样设定的，所有社会游戏规则都是逼着底层的老百姓人吃人，老百姓底层互斗而去的。什么房东斗租客，房东把租客逼死了，卖保险的和买保险的互相骗，对不对？保险从业人员其实呀，和那些公检法维稳人员一样，是属于服务人员，他们不是生产力。保险从业人员对党来说也是负资产，他们不是生产力，他们既不能种地，也不属于制造业啊。像这种买保险的服务，明明用网络自动下单就能搞定的事儿，为何还要养数量如此之庞大的保险员工呢？就像之前的 ETC 裁员一样，以后的中国非必要的服务行业、非生产力的行业都会被逐步裁员掉，而被裁掉的人呢，也不能白白饿死，他们依然要为我党发挥自己强大的价值，比如作为消费力，比如作为生产力，比如作为劳动力。而能被电脑替代的服务业，这些人都会被淘汰掉，这样其实也会增加中国的竞争力。国外很多的服务业它是能用人的，还是用人，但是中国是绝对会主动淘汰掉不必要的用人行业。科技在进步嘛，说好听点，这是生活改善了呀，科技发达了，老百姓方便了呀，对不对？所以说中共科技发达到能够完全替代人为劳动力的话，中共会毫不犹豫地杀掉 99.9% 的人，只留那些顶层的红色贵族来享用所有的全自动化资源。只是现在的中国还做不到，它需要底层的劳动力，懂了吗？但是呢，它又要削减多余的那些服务业，把削减掉的服务业人员转移到劳动力上面，又会增强中国的制造业竞争力。同时呢，第二个关键点就是这个保险从业人员被开掉了以后，其实保险的代理商呀，这个区域经理呀，也就没有必要存在了。这些东西直接统一由党监管，国有化了以后，就不存在什么夸大宣传了呀，就不存在什么不负责任了呀，对不对？这个逻辑和刚才的那个国家入主租房市场是一样的，国家搞的东西就是好的，不会出问题的。如果有问题，就直接解决提出问题的人，那就等于没问题了，对不对？谁敢有问题嘛？习近平搞的东西，习近平卖你毒苹果，你也要吃下去呀，对不对？所以说，绝对的权力带来绝对的腐败。中国不解决司法透明、三权分立、民主人权的问题，你们想嘛，在一个没有权力的国家在一个没有人权的国家，你谈维权不是荒谬吗？中国共产党掌握最高权力，中国共产党掌握生杀大权，中国共产党掌握话语权，你敢说不好吗？不好就杀你全家，把你女儿睡了以后再判你女儿13年，你能反抗吗？反抗不了，对不对？你能反抗共产党吗？反抗不了。可能很多小粉红说，我为啥要反抗共产党呀？对呀，为啥要反抗共产党呀？我把你亲妈干了，我把你全家活摘了，你反抗不？你也反抗不了，对不对？
我把你全家强拆了，你反抗不？你也反抗不了嘛，对不对？小粉红他就是生来被人干的那种料啊，把他干了，他也觉得啊，党干我亲妈合理。哼，你们看呀，党干我亲妈了，这是大荣耀呀！哎，以后的保险把这些从业人员开掉了以后，哎，从网上卖保险，是呀，网上买保险是能便宜一些，但是你们知道这便宜出来的钱是哪儿来的不？那就是把员工削减了，把工资削减了，把提成削减了，驱除了中间商，然后呢，钱直接交给国家啊，是能便宜一点点，但是呢，他牺牲了所有的工作人员大量的利益，懂了没？你底层百姓他只是尝到了被削减掉的那一丁点甜头，而且呢，这种甜头往往也只是初期推广阶段才有的。以后呢，党全面垄断了以后，你跟党讨价还价，你不想活了吗？啊！而且呢，你们想一下啊，这些被削减掉的保险从业人员，包括他们的家庭，他们没有收入了以后，他们照样会增加社会的负担。东方不亮西方亮，羊毛出在羊身上。你以为保险买便宜一点了，然后呢，这些人他们就不会成为社会负担了？你光想着你买保险买便宜了，可是呢，你的这种便宜一点的思想将会让这个社会更恶劣，将会制造更多的难民。那更多的难民就会破坏经济呀，就会破坏社会稳定呀，对不对？哦，你们都认为租房保险这些玩意儿没了中间商了，被党直营了以后啊，就能便宜了？到时候国家垄断了以后，叫你买，你敢不买吗？卖贵了又能怎样？你敢不买吗？不买，行，你违法，你的数字钱包直接冻结，看你买不买。在中国这种人人都希望打土豪分田地的没有普世价值的环境中，社会变好是不可能的。大家都想占点便宜，没有一个人愿意付出，那结果就是底层互斗嘛，发动人民群众斗人民群众嘛，对不对？老百姓互相争抢便宜，互相贪对方的便宜，贪来贪去，最后呢都被共产党一网打尽，没错吧？对不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人会想啊，国家他干脆直接取消商业保险公司不就得了吗？让大家都买社保不就得了吗？其实共产党也想这么做，只不过呢，中国的商业保险的客户人数实在是太庞大了，几乎家家都有买商业保险的人，你直接一刀把商业保险公司给切了，玩硬着陆会出事儿的。所以呢，共产党它往往会采取什么换皮呀，就是表面上还是商业保险公司，实际上呢，它背后搞公私合营，兼并保险公司，推出保险超市等多种类型的便民网上保险平台，甚至是网络保险超市。同时呢，鼓励民间的个体户、闲散人员买社保，给底层画大饼啊，买国家保险是多么多么的好，买了以后啊，退休有保障，吸引人入场，目的无非就是一个弄钱啊。他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啊，如果老百姓信任商业保险，他就给你推商业保险；如果老百姓信任社保，他就给你推社保。只不过你不管是买哪个保险，你的钱都是进到了党的口袋里，这才是他的最终目的。你们仔细听好啊，党他也要花钱，他不会就是说把利益都给你。你们用屁股想一下，把利益都给你们了以后他一带一路不要钱呀，他造飞机大炮造核弹不要钱呀，他勾兑缅甸呀，勾兑这些泰国呀、非洲呀收买人家外国的官员呀，他们自己的红三代红四代出国呀，小三情人二奶出国呀，不要钱吗？把利益都给你们这些底层的奴才了，他还哪来的钱嘛？对不对？刚才说到了缅甸了啊。好，咱们来说最后一个消息啊，这个消息很重要，你们仔细听好了，这个消息可能会是共产党战争的导火索。缅甸人民和中资工厂起冲突了，缅甸人民打砸抢烧了几家中资工厂，因为
中共持续给军政府输送利益和武器，提供互联网监控技术，这些事儿是人尽皆知的。所以呢，这次军政府的政变也导致了缅甸人迁怒于中国人，迁怒于中资工厂。那你们想嘛，中资工厂能搞什么跨国企业啊？那肯定是中共的人呀，对不对？现在中国的企业全部都要设立党支部，能被中国送到缅甸去开工厂的，那基本上都是共产党的人。所以呢，缅甸人也就找中资工厂来发泄了。然后呢，中国这边就把缅甸军队给叫来了，缅甸军方就帮助中国射杀了很多缅甸的自己人。那这种事儿啊，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历史转折。本国因为本国的傀儡政府帮助外国的政府射杀自己的国民，就是本国的政府帮助外国政府射杀自己的国民。那你们想嘛，没有什么事儿能再比这种行为更能激起民族情绪和民愤了，对不对？根据当地抗议组织的消息称，14号的时候，在仰光的莱达雅区的中资工厂被缅甸人纵火了以后，打砸抢烧了以后缅甸军方至少杀死了22名反政府的示威者。另外呢，有16名抗议者在缅甸的其他地区被干掉，还有1名警察也被干掉了，差不多有39人不幸丧命。那14号的当天也被称为缅甸政变爆发以来示威最血腥的一天。针对这个事儿呀，中国驻缅甸大使馆还发表声明称，有不明身份的人士对位于莱达雅区的服装厂进行了纵火，让许多中国员工受伤并受困。中国大使馆还呼吁缅甸政府保护中国财产和中国公民的安全。也就是说，中共命令缅甸军政府镇压缅甸人，说白了就是这个意思，要他们保护自己的主子，也就是中国那这个看等于说中共现在拿住刀把子了。如果习近平真的觉得自己牛逼，他很有可能把这个事儿当成借口，因为中国目前站在了道德制高点了。他说他自己是受害者嘛，对不对？那习近平如果真觉得自己牛逼了，他真的很有可能把这个事情当成借口，出兵缅甸，或者是背地里增加对缅甸军方的支持。但是呢，你们看缅甸民间的反抗力量会因为这次的军政府吃里扒外的行为更加激怒缅甸民间，而这个反抗力量很可能会上升到了顶点。毕竟嘛，帮外敌杀自己国民的这种行为，任何国家的民众都是无法接受的。如果说有哪些地方的人能接受可能也就是从小洗脑的小粉红能接受，觉得党杀自己的亲妈都是杀得好。缅甸是拿下东盟的关键地区，东盟有多么的重要？东盟是太平洋战略的关键位置，而且呢，东盟的贸易量不比欧盟小，所以呢，东盟可以说是必争之地。美国和中国都会争这个地盘的。那现在缅甸能迅速的组织起反叛武装，背后呢很有可能就是美国在支持的。因为只要有脑子的人都知道，没有美国的支持，单凭自己造反，那你自己造反去和缅甸军政府和中共对干，那是不可能的缅甸的反叛军敢这么玩，证明了他是有底气的那缅甸的反叛军敢跳得这么高，很有可能就间接的说明了背后有跟中共差不多，甚至是比中共还强的力量在支持他们。同时呢，这次打砸中国工厂也有传闻说缅甸人只是进去砸了2下，抢了点东西抢完了就走了，并没有放火烧工厂。还有人说缅甸人根本就没有打砸中国工厂，是中共自己干的，中共想带节奏。其实吧，面具人，我觉得这个事儿既然已经发生了，过程已经不重要了咱们只看结果。这个结果导致了中共目前是站在受害者的角度，抢占了道德高点。那么中共对缅甸做事的灵活性就会高很多。其实在这种事儿上中国人也是受害者，不过没办法，
中国人是为了自己的愚昧和懦弱付出了代价。你在缅甸，你如果不想被缅甸的民众打砸抢，那你就要站队支持民众。可是呢，你支持了民众，共产党又不会放过你，甚至呢不会放过你的家人。反过来呢，如果你支持了共产党，那么你就会被缅甸民众打砸抢，这是一个死矛盾。大部分人在这种情况下还是会选择抱大腿，紧跟我党的节奏走。那中共有恃无恐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并且呢，中共很可能会利用这个事件大做文章。但是呢，面具人我个人认为啊，中共如果说真的觉得自己不可一世了，想玩大的，很可能会陷到缅甸的这个泥潭中任何事情都是有可能会发生的，对不对？反正以后的中国老百姓私人能赚钱的空间也会越来越少能赚钱的好赚的事儿也轮不到你们，都是那些官老爷在赚，甚至呢睡你的孩子，把你孩子给判刑了，这都是很正常的事儿。你别说没发生这种事儿，那个许美女被判了，对不对？那不也是普通家庭嘛，对不对？而且以后你的孩子甚至都不能经常跟你打交道，要强制在学校里面学习思想。你说白了，你跟孩子以后可能就是一个肉体关系，你把他生下来了，仅仅只有这么一个简单的关系。你孩子的灵魂思想里面装的都是习近平思想，装的都是党的大爱，跟你没半毛钱关系。你觉得你人活一辈子可怜不女儿被别人睡还要判刑，你的孩子还是党的孩子，对吧？孩子成为了文革红卫兵，然后你自己赚钱又赚不到，对吧？这些服务业好赚钱的事儿都让党来干了，都是这些红色贵族干了，你他妈的你就当一个底层的奴隶狗，对吧？吃屎狗，死去吧你烂货！你就想贪那小便宜嘛，对吧？那你就试试看，虎口拔牙你觉得你能从共产党的这个血盆大口里面贪点小便宜出来，算你牛逼如果说大家看清现实了，我建议你们现在赶紧谋划跑路吧疫情开放了以后，共产党还是会做出一个开放的姿态的会让一些人出去的。那这也是你们逃离这个恶魔地狱的最后机会了如果大家想要有移民出国理财方面的问题可以联系面具人我。那我的联系方式在视频下方的留言简介区内容简介区留言区都有咱们可以私下联系，在这里我就不打广告了，好吧？那么喜欢面具人的节目的也可以点击订阅、点赞、小铃铛。如果认为咱们的节目能够帮助到更多的人，就请点击屏幕下方的转发，让更多的人加入我们，一起提高智商。